那我都觉得就是一团声音，一堆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面，可是我没有办法分配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通了。嘿，大家好 ，Justin 教授又来了。今天的题目会稍微 serious 一点，因为最近蛮多的我的观众在问我说我是如何学会中文。那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或是你就是喜欢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今天的 topic 今天的题目应该会对你们有帮助。毕竟可能你们听我在说中文，你们应该会觉得说，好像 Justin 你讲的还不错。我个人是最喜欢提到这句话，就是 Justin 你中文很棒啊。但很有趣的是，如果我看过去这30年，我的中文的能力进步多少呢？其实大概从第2年，它只有进步50%，等于说是前2年在台湾，我的中文的程度是跟我现在差不多。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是如何学会这么流利的或是这么台的中文？我可以讲得很台啊，比如说啊，你猪走啊，你吃素会变笨笨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就是因为我吃素啊，以前有的那些老阿嬷会跟我说你不吃肉啊，你吃素会变笨笨的，所以我可以讲得很台。如果需要卷舌也是可以，那就是自然嘛。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如何把我的中文学到这个地步，而且为什么我在台湾9个月以后，我的中文的程度可以是跟我现在的大概30%、1/3的能力。简单，如果你要学会一个语言，最主要是你要对它有兴趣。你对它没有兴趣，休想 even 你是很认真的读书，为了通过个考试，你可能会通过考试，但是你不会真的吸收它的精神，它的后面的意识跟它的 feel 那个都不会出来。所以第一件事情，想要把一个语言学得好，不管你有多聪明或是多笨，只要你对它有兴趣，我大致上可以保证你会学会了。有关口音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其实是有一点是天分，有的人很自然可以吸收口音。像我呢，你把我丢到哪一个地方，我大概在那边9个月、10个月或1年之后，我就会吸收那个地方的口音。比如说我去上海啊，我去拜访上海的时候，我的中文就可以自然跟他们的有比较接近。反正就是可以稍微跟他们模仿，也不是说模仿，而是一种自然的吸收。为什么呢？这是属于一种天分。我的耳朵喜欢不同的声音，我老婆就可以跟你说，我在家里一旦我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字，我就会把它背起来。比如说我自己在教我自己梵文，因为是跟我的研究有关系，就是最古老的语言。那像什么大学梵文怎么讲 Vishwavidyalaya 就很奇怪的一个字，可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字，我就会把它背起来。比如说蒙阿波你们都知道就是坟墓园嘛那我就听过这个字一次，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蒙阿波的声音就记起来了。所以有兴趣是第一个。口音的部分呢，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的头脑有没有办法转换，把这个声音吸收。大部分的人会跟他们去住的地方会开始吸收这些口音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你的英文的口音比较像日式的好了来数，或是他们讲真的不会像台湾这么自然，这个相当是跟你的母语有关系，因为你的舌头所会放的位置，像英文我们有一个卷舌的日的声音，所以 R 我们讲得很清楚，可是日本人他们就不太有这个 R 的声音像我们空手道我们会念 karate， 可是日本人呢其实他就是念 karate， 所以其实没有 R 是 L 的声音。那台湾是可以，所以说实在有的部分是舌头的灵活度，这个听起来有点变态，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嘛像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发那个的声音，或者他没有办法从喉咙发出，像比如说 Huhi Hashli 是瑞士厨房的柜子 right？ 他没有办法就是转从舌头到喉咙，这个是要透过训练。但是如果你母语缺这些声音，就比较不好学。那中文呢，对我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Actually 应该说对外国人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就是4个音，1声、2声、3声跟4声。比如说4跟10 4 and 10，到现在我还是有时候会把它分不清楚我本来是想要说4变成是10，但是英文其实也是有音只是说我们是没有像中文那么明显。同样的字歌安感，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把这些音改变的话，哇，
可以变成脏话，英文就不会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中文的特点。但如果你问我说Justin 你有没有觉得中文很难？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我呢大概9个月在台湾的时候，应该是说前面的4个月好了，我什么都听不懂，因为到处都是台湾人，他们都是在讲台语跟中文，那我都觉得就是一团声音，一堆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面，可是我没有办法分配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通了，你们可以猜得出来我是先学会哪一个中文字吗？我会暂停一下，你写在下面，你觉得我第一个是学会什么？写好了吗 ？OK， 其实我第一个字学会就是什么。你说 Justin 为什么是什么？很简单啊，因为我每一次跟人家讲话，他们会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在想这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不是在用中文想，我是用英文想 What is 什么？然后没有人告诉我，就有一天我就突然原本什么就是 what， 我学会那个字之后，其他的好像就是开始噼里啪啦到我脑里面，我开始也不能说什么都知道，但是我很快就学会最重要，你要任何的语言，你最主要学会的那一些什么，就是什么、哪里、为什么、如何、可不可以、做不做得到，这些是你最主要的。所以任何的语言，我们先从什么呢？就是动作、动词，学会这些动作。问where is 什么东西在哪里哪里哪里我会讲哪里，那我可不可以讲其他的字？至少我可以用哪里然后指出一个东西。 So 这些是第一个。再来呢就是名词，要 want 饭 want 要饭 want food。 要不要知道我其实我也学得蛮快因为到处都有人家一直跟我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所以我觉得中文对我来讲是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环境里面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一直想要就是学一些新的东西，对我的生活有帮助。但是我的中文进步的最多是大概我在台湾第6个月之后，我想你们可能会猜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的新的室友是一个苏格兰的人，他待在台湾2年，可是他中文很不错。另外一个室友也是一个台湾人，那我们3个男生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很喜欢就是教我中文。可是为什么喜欢教我中文？是因为我会一直问他们问题。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要学一个字叫 strange， 就像 Dr. Strange 就是奇怪，可是那时候我会一直念奇怪，我把音念错了，他们会嘲笑我因为被嘲笑我就不爽所以就把它学得好。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外国的朋友我很感谢他，因为他中文算是流利的，那我就是跟他一起学习。那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会问我说你知道那个字代表什么吗？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甚至是跟外国人学会中文。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当一个国文老师应该可能还不错，可以教人家讲中文。所以我学会中文纯粹是 A 兴趣， B 环境， C 一直问问题。我觉得问问题很重要。那如果你看完这个影片你觉得说可是 Justin 我想要把我的英文弄得很流利， I want to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我跟你们说的确是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有适合的教材跟环境，跟你花时间在它的上面。我个人建议是说每一天如果你在拖地板煮饭或者什么的，你就是一直听英文，一直听一个人讲同样的影片，重复播个5-6次，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你们会跟我一样，你会开始吸收一些 phrasing， 然后很自然你会开始我会讲出来。那一旦你知道意思你就不会忘记了。那刚好呢，如果你想要把你的英文放在更高的一个程度的话，你已经有国中基本的，我现在有开一个线上课程叫做 Subtitles Off， 就是字母关闭，是55个小时的非同步的 Jella 的 app。 那这个我都有 po link 在下面，这个我是用好几个电影的内容，你们后面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们可以看我后面放的广告，没有兴趣没有关系，你马上关掉，我不会介意。但是记得任何的语言都是可以学会的，你不一定要当天才才会学会1个、2个、3个或4个语言。我个人呢大概可以讲4个语言，大致上应该说流利的是英文、国文、荷兰文、Afrikaans 这4个，然后一点点的台语，然后我现在还是在教我自己梵文。但是只要你对你自己有信心，你一定是可以把你想要学的语言学得很顺，融入环境，花一点时间问一些人问题，或是一直重复听，然后就会有一天你的英文或是日文或是什么会跟我的中文，甚至可能会比我的中文还要好。讲关于这件事情，后来我大概在台湾第2年之后，我有开始正式的学中文，在大学，但那时候我的程度已经是还算不错
多，所以为什么在后面的这个28年，我只有在进步50%？因为我只有需要学会比较常用的，除非呢，比如说我今天要讲关于一些哲学的议题或者哲学的 topic， 然后我这个字要怎么在，比如说宇宙，好，宇宙是什么 ？universe，OK， 那我知道，因为我会讲到宇宙或是意识 consciousness。如果你平常在外面跟人家接触，只是想要知道什么卖菜啊等等，你可能就不需要懂的这些字，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就会了。但那个真的是要费功夫，因为那个不是平常大家都会讲的话，所以后面我的中文真的进步比较慢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我就变得有点懒惰啊，因为大致上我可能不知道这个字，我可以找别的字来代表我想要讲的话。好，我希望这个对你们有帮助。教西洋文学比较哲学的教授，竟然也可以教你脏话和色色的话，但母语人士说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 informal language。这就是为什么你除了学校真的要跟母语人士对话，或看电影、影集、YouTube 等等，你会觉得非常的挫折，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学过英文。我在台湾30年，我教过太多的学生，其实大部分的学生不太想要开口在别人的前面。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的这一门课啊，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很放心的用英文，不会误解外国人在跟你讲的意思，也会知道如果人家在骂你，就不会在那边说哦 ，thank you，thank you。可是有一些场合用 idiom slang 会不会不够礼貌？别担心了，我会教你同句话转成比较日常或是正式的说法。我挑选会出现大量口语用法的 action、comedy、rom-com、stand-up comedy、reality show， 整理出近1000个 idiom。我敢保证，这些用语都会出现在你和外国人的对话哦，或者你看过的英文电影和影集中。这样同个情形，你可以自由的换成正式和口语的用法。这个你一定要用 Jela App 才可以试读哦。课程预计有165个单元，55个小时，听起来没有开玩笑，很丰富，对不对？原价6978元，没有人敢教的英文，教授带你有深度的学。